2023年对于中国新消费品牌来说是集体溃败之年。转眼到2024年，他们已陷入大逃杀的境地，处处敌袭，处处狼烟。天价雪糕中薛高从66元每根直线狂跌至2.5元，曾自命不凡的精品咖啡 CSO 被曝欠款，号称最美味的蛋糕品牌熊猫不走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。墨酸奶遭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点名，仅在刚过去的3.15，就有茶百道、舒逸烧仙草等多个新品牌爆出负面丑闻。一边是品牌声誉的土崩瓦解，资金链的断裂濒临破产，另一边新消费品牌们又在拼命求生。蜜雪冰城、沪上阿姨、茶百道、古茗等品牌争相赴港上市，祈求二级市场的曙光。但资本对新消费品牌最终失望了。百果园、奈雪的茶、三只松鼠、完美日记母公司一线电商的股价一个个跌破发行价，暗无星光。除了上市，一些品牌又开始大举扩张加盟。本就做加盟生意的各种零食店、奶茶店继续开疆拓土，瑞幸、奈雪、喜茶等新兴品牌更是狂加盟门店。就连号称永不加盟的顶级餐饮品牌海底捞，如今也开始谋划加盟业务了。但加盟生意就如一把双刃剑，只要经营不善，品牌和加盟商双方都将承担失败的代价。去年与瑞幸大战300回合的库迪咖啡，上半年还在狂开新店，下半年就已大量关店。据报道，每3家关闭的连锁店中就有1家是库迪的门店。更令人错愕的是，专门收购倒闭餐饮店的二手回收生意竟也应运而生。与讲授黑暗如何改变世界的知识付费成为了2023年社交媒体上最火爆的职业。看来所有消费品都值得重做一遍的美梦破碎得太快，整个新消费行业都陷入了一片彷徨和绝望之中。新消费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从高扬的口号到今日的溃败逃亡，只用了短短数年？一切要从那句标志性的口号说起：所有消费品都值得重做一遍。这句响亮的号召提出于2019年，当时的逻辑是新媒体、新渠道、新产品3大利好的加持，加上中国新生代消费升级的大势所趋，新型消费品牌当仁不让走上舞台中央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各行各业陷入风雨飘摇，吃喝玩乐成了唯一确定性，资本如狂潮般涌入消费赛道。从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，只要打着创新的旗号，无论是无糖气泡水、新式奶茶、拉面、咖啡、烘焙、植物饮食，还是麻辣烫、炸串、调味品那一等，资本都是慷慨解囊。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新产品？新消费品牌对此可谓精心包装。比如所谓把雪糕重做一遍，其实就是在普通牛奶里加入添加剂，把原本2元一袋的奶制成了单价66元的雪糕。理由是加入了厄瓜多尔粉钻这种稀有可可。但你可知在河南66元就能买到一颗人工钻石吗？这也是矿工们辛苦打下的底价，连钻石大亨戴比尔斯都在忙着降价大卖。至于把奶茶咖啡重做一遍背后，其实是往饮品里大量添加奶油奶糖，制成一种咖啡奶茶口味的液体蛋糕而已。烘焙品类重做一遍也不过是把传统面包蛋糕换个造型包装，贴上国潮标签，随意调整价格。至于号称无糖气泡水，有人能弄懂它和无糖碳酸饮料如雪碧芬达的区别吗？凭什么卖的比他们贵出那么多？如今这个问题也不重要了，因为无糖气泡水品牌已开始大举推出含糖以及可乐口味的产品了。把麻辣烫、炸串、拉面重做一遍，其实也就是做连锁餐厅，再在新渠道概念的包装下，通过微信扫码点餐，继而抬高价格，就可宣称是帮助年轻人实现消费升级了。分明是在愚弄年轻人，视他们为无知的韭菜去割据。可年轻人并非韭菜，只不过是被层层包装蛊惑而已，他们的好奇心过于旺盛。
现在你总刷过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吧？除了一些新闻知识内容，主播们每天都在狂推各种新奇特的消费品，从新品到新店无所不包，层出不穷。用某护肤品，皮肤可以像自己一样美；穿某品牌时尚衣服可以很漂亮；吃某种营养补剂，身体会变得很棒。学习需要买某些畅销书籍，各种诱惑环绕。能不好奇，能不点进去？每天上亿年轻人在这些平台消耗过亿的时间，人口红利被彻底掏空，把新品牌一路推上神坛。就像那句著名的段子：每人给我100块钱，我就超过马云了。于是经典一幕上演，投资人、平台方、品牌商齐聚高档会所，品尝着82年的拉菲佳酿，暗香浮动。他们合谋商议如何制造下一个曾经的新宠，改配方、包装设计、渠道布局、流量买量，如何点燃年轻人的好奇心。在烟雾缭绕的包房里，他们对着红酒杯底下的美人鱼沉思，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公式：5000条小红书、知乎种草加200个网红带货加一个大主播直播间加一个大促榜单，等于一个新消费品牌的诞生。可见所谓新产品、新人群、新消费升级，这统统都是噱头和包装。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小红书、抖音这些新媒体渠道，只要在这些平台上精心运作，就可以制造出新品牌现象。然而，这种依赖新媒体炒作的泡沫终将破裂。2023年正是新消费品牌遭遇资金寒冬的一年。数据显示，这一年新消费领域共完成657起公开融资，总融资额只有353.9亿元，不及2022年的一半，更是相比2021年的融资狂潮遥不可及。品牌们的钞票包空空如也，推广费用高得吓人，可顾客的钱包却紧紧捂着，无情地拒绝消费。无奈之下，降价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，不得不拼命。产品价格狂跌成为常态。以奈雪的表现为例，2020年上半年其单品均价高达43元，到2022年已被压缩至34.3元。2023年，奈雪的新品均价区间进一步下探至15至25元。进入2024年，更是直接推出9.9元的咖啡奶茶，疯狂与瑞幸、蜜雪冰城正面较量，抢夺消费者。除了产品价格，品牌估值也在狂降。2023年，超过1亿元大额融资案例的占比不足10%，1000万至1亿元区间仅31%。曾经是动辄1000万美元级别的融资火爆场景，如今只要价格合适，谈判桌上就能轻松敲定，合作门槛同样大打折扣。2023年，奈雪首次开放加盟的价格是98万元，不过1年后的现在，加盟费已狂跌至40万元。更夸张的是，2024年签约加盟者更可享每店6万元的营销补贴，估计不久零加盟费就会成为行业主流。之所以如此拼命，是因为新消费品牌太渴望获得救命稻草，赢得新生机了。2024年已经过去1/3，究竟会有多少新消费品牌能挺过这个寒酸的冬天？谁又将葬身于这场大溃败的逃亡之中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眺望这行业陨落的星火。